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0月6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245.10， 收盘价是 240.81，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246.67，最低价是到达了 233.27， 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3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8698.27 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8 倍，量缩。KD 值开口变小，双线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回升。MACD 开口不变，双线是继续下行，并且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空头趋势。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0月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锤子线。那锤子线的特征呢是下影线很长，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实体在 K 线的上方。那这样的 K 线啊，不分是上涨的绿 K 还是下跌的红 K。通常这样的线型出现在上涨的顶端，我们会把它称作叫吊人线。如果是出现在下跌的低点，我们把这样的线型啊称作叫锤子线。好，那我们来看目前这根 K 线的位置，它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并且在下方是遇到了支撑。那锤子线啊，通常是转折向上的信号 K 线，但是呢，它需要次日的 K 线来确认，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如果是开高走高，收盘价能够站上这根锤子线实体部分的上沿，那便可以确认这样的一个锤子线，它是一个止跌的变盘信号 K 线。但是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这个锤子线实体的下沿，那股价呢将会继续下行。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我们预测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突破，那向下突破，收盘在 241.5， 那它的条件呢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 248.5 的。另外一个突破是向上，那收盘价呢在260，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0的。那第二个可能呢，股价会出现横盘，收盘价在250。实际在10月5日，收盘价是在 240.81， 股价出现了下跌。那虽然啊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与我们预测的向下突破的可能啊走势相同，收盘价的点位也接近，但是呢，它们有本质的不同，也就是收盘价，我们会看到实际的收盘价在 240.81， 它跌破了10月3日的这个最低，也就是近2个交易日的最低是在 241.10。
那这样的信息啊，也就是这个收盘价跌破前低啊，对于后续股价的反弹啊，是属于不利于反弹的信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下行。那对于股价的下行呢，它的目标对于10月6日来说，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前低233.27。我们把这条水平线删除，然后呢，我们下移这个观察线到233.27。这是10月5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那这个点位啊，它将是一个强支撑。也就是我们在前几期视频已经提到过，233这个位置啊，它是周 K 线图的125均值。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看周 K 线图，然后在这里我们会看到125均值是在233.52这个地方。对，那它呢将是强支撑，对。但是日后如果股价跌破了这个强支撑，那接下来的目标我们会看到下方有一个2号趋势线，那它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这个2号趋势线。好，那2号趋势线啊，对于10月6日来说，它和当日 K 线交点是在215。那我们说这一点呢，它也是强支撑。当然我们会看到，如果跌破了233这个位置到215啊，在这个区间还有很多支撑。那么这是股价下行的2个目标。好，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那在分析股价上行呢之前呢，我们先来调整一下目前的趋势线。我们会看到这个4号趋势线啊已经被跌破，并且呢连续多日啊没有重新站上，所以我们先把4号趋势线取消。对，然后我们再画一条新的趋势线，我们取9月21日和9月28日2个点，这2日 K 线的最高。对，好，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临时性的一个趋势线。我们先不给它定义号码。好，那这个趋势线呢是头低，我们会看到下方已经有底，短期的空头趋势。好，这是我们新建立的一个下行趋势。然后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对于10月6日股价上行的目标，一定是要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246附近。当然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在10月6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247到250之间。所以呢，我们取5日均线值的下限247，我们把这条观察线下移到247。好，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啊，这个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呢，它和我们前一日 K 线最高啊也接近。对，那这个位置啊是比较关键的位置。我们刚才从 K 线信息的解读已经说过，出现锤子线，次日的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这个锤子线实体的上沿呢，那可以确认这个止跌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对，那如果说股价再能够站上这个锤子线的最高，并且呢还能回到5日均线值的上方呢，那股价后续将会出现进一步的反弹。那如果是进一步的反弹呢，我们再向上看，
上方的目标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和突破我们刚才画的这个头低的下行趋势线。那下行趋势线和当日 K 线交点呢是在259.5附近或者259附近，那这个点位呢是在这个缺口的范围内，所以股价接下来如果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呢，上方一定是要突破这个回补这个缺口。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个趋势线和缺口呢是重合在这个区域，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啊，它将是一个比较强的压力位。那股价反弹到这个位置啊，是很容易遇压力而转折向下。对，那继续呢会沿着这个下行的趋势线呢，股价会继续向下。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在日内或者说是在后续的交易日啊要关注的点。好，当然我们说，如果说股价比如在10月6日能够站上5日均线值，然后上方呢能够突破这个趋势线回补缺口，那在日后啊这条趋势线将成为一个支撑，那股价呢将会出现进一步，也就是说继续会向上反弹。好，这是股价的上行。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对于10月6日上方我们关注247，站上247，股价会回补上方的缺口。那下方呢，我们要关注233这个水平线。如果233这个水平线被跌破呢，也就是日后如果这条线被跌破，股价将会继续向下，目标就是要跌破这个2号趋势线。那否则如果在10月6日股价既不向上突破也不向下跌破，会在247和233之间进行横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我们来看压力位。首先到来的压力我们会看到就是前高247附近啊，然后呢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47到250，所以我们把这个前高和5日均线值合并，它的第一个压力是一个压力区间，是在247到250之间，在这个区域。然后再向上的压力就是这个缺口，是在257到262。这里边含当日 K 线和这个下行趋势线的交点。然后再上方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我们会看到262到264。对，在这个区域。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缺口和10日均线值合并呢，我们会看到上方这也是一个很宽的一个压力带。好，那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那首先到来的支撑呢，就是前低233.27，然后我们愿意再给出一个支撑是225，是7月13日的这根 K 线的最低。然后是当日 K 线和2号趋势线的交点在215附近。对，这是下方的支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我们给出10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一个强势的反弹。那如果出现强势反弹，它将是一个高开盘，甚至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也就是说在开盘即站上这个
我们定义的247这个水平线，就开盘就站上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然后股价在盘中最低会回踩到245，在这个位置，最高会到达258.5，对，然后收盘会收在256.5，在这个位置，那么它有一个出现强势反弹啊，我们要给出一个条件，它必须是高开盘，甚至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3的。那满足了这个条件呢，将会出现强势反弹。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如果出现横盘向下，它也将是一个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7，最低会到达238，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239.5附近。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0月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